我看了多年的病，研究了多年的风水，经常有人问我，倪医师，我去求个什么福，或者带个什么玉，能保平安，避邪气。我看着他们脖子上挂着好几万块的玉佩，手腕上戴着大师加持过的佛珠，结果呢，照样失眠，照样焦虑，照样一身奇奇怪怪的病，甚至走个夜路都能被吓出一场大病来。反倒是有些乡下的阿伯，大字不识几个，穿得破破烂烂，身上连块铜板都没有，可人家身体壮得像头牛，半夜敢独自一人上山守果园，什么脏东西都不敢近他的身。这是为什么？难道真正的菩萨只保佑穷人，不保佑富人吗？当然不是。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外求的叫物，内修的才叫神。真正的护身符，老天爷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你的身体里了，只是很多人把它弄丢了，或者把它搞坏了。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急诊医案，你们就懂了什么叫身上有菩萨。有一天半夜，急诊送来一个年轻人，20来岁，是被他妈妈嫁进来的，整个人面色惨白，在那边胡言乱语，一会说看见有人在角落里蹲着，一会说有人掐他脖子。他妈妈在旁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，倪医师啊，我家孩子是不是卡到阴了？今天晚上他和朋友去玩，路过了一片公墓，回来就这样了。我一摸他的脉，脉象浮大而无力，重按全无。在中医里，这是典型的阳气外越，神不守舍，就像一个国家的城墙塌了，强盗自然就进来了。我就问那个妈妈，跟他一起去的朋友呢，有没有事？那个妈妈说，哎呦，你说怪不怪？跟他一起去的那个胖嘟嘟的小弟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诸位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地点，同样面对所谓的阴气，为什么一个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差点丢了半条命，另一个却像没事人一样？黄帝内经讲得清清楚楚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那些脏东西、晦气事，甚至是现在流行的各种病毒，看到你都要绕道走，不是因为你带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怕被你身上的火给烧死。身上有菩萨跟着的人，用中医的话说，就是3个字，阳气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倪医师，我怎么知道我身体里的火旺不旺？相由心生，相也由脏腑生。一个五脏功能强大，有菩萨护体的人，他的外貌上一定会有特殊的表现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，有3处比别人大。这3个地方的大，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尺寸的大，它代表的是你生命能量的格局和储备。这第一个地方，也是最容易看出来的，就是耳朵。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，肾开窍于耳。你们去庙里看看，不管是什么佛什么菩萨，你看那尊观世音像，那耳垂是不是大了都要垂到肩膀上了？那也可不是工匠为了好看瞎捏的，那代表的是法力无边。在中医里，代表的就是肾气极度充盈。什么样的耳朵才叫大？我不光说尺寸大，我讲的是气象大。第一，耳垂要厚，摸上去得像那个刚蒸出来的馒头，肉乎乎的，这叫肾精足。第二，耳门要宽，就是耳朵眼那个地方得宽敞，手指头能轻松伸进去。耳门宽大，代表这人心胸宽广，能听进话，能藏得住事。第三，颜色要润，不能是干枯焦黑的，得是有光泽的。为什么说这种人鬼神不敢近？我给你们讲个反面教材，你们就懂了。以前我有个病人，姓陈，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。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，我看他的面相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这人长得什么样呢？耳朵极薄，薄得像张纸，对着光甚至能透过去，而且耳廓不分明，皱皱巴巴的，整个脸色也是黑黑的，像是没洗脸一样。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，倪医师，我最近太倒霉了，我想自杀。原来啊，他前段时间接到一个诈骗电话，对方就吓唬他，说他涉嫌什么洗黑钱，要抓他坐牢。这人平时就胆小，一听这话吓得魂飞魄散，完全没有思考能力了。人家让他转账他就转账，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了100多万积蓄全转过去了。醒悟过来后，想死的心都有。他对我说，倪医师，我当时就像被鬼迷了心窍一样，怎么那么傻啊？诸位，这不叫鬼迷心窍，这叫肾虚则恐。中医讲情志肾主恐，当一个人的肾气极其虚弱的时候，他的胆子是最小的，一点风吹草动，一声狗叫都能把他吓出一身冷汗。
你看这个老陈耳朵薄小，说明他先天肾气就不足，后天又不知道保养，肾气一虚，他的志就没了。肾主志，这个志就是志气，就是意志力，就是智慧的决断力。那些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所谓的脏东西，最喜欢找哪种人？就找老陈这种人，因为你气虚，你好吓唬，你意志力薄弱，别人只要稍微施加一点压力，你的心理防线瞬间就崩塌了。反过来，我们看看那些耳大垂后的人，这种人你一看他坐在那稳如泰山，因为他肾气足，肾主骨，肾气足的人骨头硬，脊梁骨是直的，肾主脑，脑为水之海，肾气足的人脑子清楚，智慧高。如果诈骗集团给这种人打电话，他耳门宽大，他会听，但他听得进去，也滤得出来。他脑子一转，你骗谁呢？啪，电话挂了。如果这种人走夜路，碰见什么怪声怪影，他肾气足，胆气就壮。他心里会想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敢惹我？他身上那股子强盛的阳气，就像一个高压电场，那些阴邪的东西是属于阴的，他们最怕阳，碰到这种高压电，他们躲都来不及，哪敢往上凑。所以老一辈常说耳大有福，这个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这个福是你身体底子好，肾脏功能强，是你面对危机时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。这就叫耳大者必有志，肾强者必有威。那有同学就要问了，尼师，我耳朵天生就小，也没耳垂，我是不是注定要倒霉？我是不是注定胆小？当然不是。中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们讲人定胜天，先天的不足，我们可以通过后天来补。我后面会教大家一套明天补的方法，专门强肾固耳，就算你60岁了，照样能把肾气提起来。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实操部分细讲。接下来我们得讲讲第二个大。如果说耳朵大代表的是你的电池电量足，那这第二个地方就代表你的能量输出够不够猛。这个地方就是嘴巴。俗话说嘴大吃四方，但你们只知道吃，不知道这里面藏着驱邪避凶的大秘密。各位这辈子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老话，男人嘴大吃四方，女人嘴大吃穷郎。我告诉诸位，后面半句那是旧社会的酸腐文人瞎编的，是糟粕，千万别信。在相学和医学的最高境界里，不管男女，嘴巴大而且嘴角还要上扬，那都是1等1的好相，那是真正的菩萨相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刚讲了耳朵通肾，那这嘴巴通哪里？黄帝内经讲脾开窍于口，脾胃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啊。如果说肾是爹妈给的电池，那脾胃就是你的充电器。你这辈子身体好不好，能不能抵抗住外面的风寒湿邪，全靠脾胃能不能运化水谷精微。所谓的口大，在中医里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吞吐能力和运化能力。这种人通常有2个特点，第一，胃口好，能吃。这里的能吃不是傻吃，是能消化。第二，气量大，能容。嘴大的人往往性格豪爽，不拘小节。讲个真实一案，一张苦瓜嘴与一张弥勒嘴的故事。我以前在台北看诊的时候，遇到过一对很有意思的病号，是2姐妹。姐姐长得很漂亮，那是标准的古典美人，樱桃小口，说话细声细气的。但是呢，她得的是什么病？乳腺癌，而且是复发了2次。妹妹呢，长得普普通通，那个嘴巴特别大，一笑起来能咧到耳根子去，说话声音像洪钟一样。妹妹身体壮得像头牛，连感冒都很少得。姐姐来看病的时候，还没开口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她跟我抱怨老公不体贴，抱怨孩子不听话，抱怨婆婆太刁钻。她那张樱桃小口，平时总是紧紧抿着，嘴角往下撇，像是一个覆舟口，就是翻过来的小船。诸位，这就是典型的脾虚肝郁。嘴巴小且紧闭，说明她体内的气机是闭塞的。她心里装满了委屈，但是她说不出来，或者不屑于大声说出来。这些怨气出不来，就憋在身体里。中医讲湿伤脾，她整天琢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脾胃先坏了，脾胃一坏，湿气就来了，湿气加上怨气，这就叫痰气互结，结在胸口，那就是乳腺癌。你说这种人身上哪里有光？全是阴霾。那些倒霉的事、生病的事、
是不是就专门找他？再看那个妹妹，妹妹是陪姐姐来的，她在旁边哈哈大笑，说：哎呀，姐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姐夫那人就是那个德行，你别理他不就完了吗？走，看完病我们去吃火锅。你看这个妹妹嘴大，而且嘴角天生上扬，这代表她的皮土极其厚实。皮主义、皮土厚的人，心宽体胖，不爱钻牛角尖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爱笑，而且是张开大嘴笑。这里面有个深刻的物理学道理，也是医学道理。笑是人体最强的阳气爆发。你们试一下，当你张大嘴巴哈哈大笑的时候，你的横膈膜是不是在剧烈震动？你的胸腔是不是打开的？那一瞬间，你体内的阳气是喷薄而出的。民间常说鬼怕恶人，其实鬼更怕乐人，也就是快乐的人。那些阴邪的东西本质上是一团阴寒之气，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？喜欢阴暗的、潮湿的、压抑的角落。那个整天愁眉苦脸、嘴角下垂的姐姐，她的身体内部就是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室。霉菌也就是癌细胞最喜欢长在那里，阴邪也最喜欢附在那里。而那个嘴大常笑的妹妹，她的身体就是正午的太阳底下，她那一笑就像是阳光普照。什么阴气、晦气在阳光底下能存活吗？瞬间就散了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嘴巴长得比较大，线条清晰，而且平时总是乐呵呵的，未语先笑，这种人你千万别去算计他，你也别担心他会卡到阴，他身上自带纯阳之火。你看那庙里的弥勒佛，是不是典型的大嘴大肚，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这就是菩萨相，这不仅仅是长相，这是风水。一张大嘴代表的是口德和气场，嘴大的人通常说话中气十足。中医讲肺主气，司呼吸，声音洪亮代表肺气也足。当一个人正气凛然的大声说话时，那个声波的震动其实就是一种驱邪的咒语。我有一次去帮人看风水，进到一个阴森森的老透天厝，同行的几个人都觉得后背发凉，不敢说话。我就站在客厅中央，气沉丹田，大喝一声，这房子采光太差，把窗户都给我打开。这一嗓子吼出去，那种压抑的气氛瞬间就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真阳之声能破除环境的阴煞之气。所以朋友们对照一下镜子，如果你的嘴巴天生比较大，恭喜你，你有很好的后天之本，你有抗压的本钱。如果你的嘴巴比较小也没关系，关键在于张开和上扬。从今天开始，别老是抿着嘴，别老是撅着嘴，把嘴角提起来，把嘴张开，多笑，大声说话。你每笑一次，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做了一次阳气大扫除。你每说一句宽慰别人的好话，你嘴边就多了一朵莲花，那菩萨自然就愿意跟着你。各位，前两处大，耳大、口大，那都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但这第三处大，它看不见，却比什么都重要。这第三处就是心大，因为这里住着人体的君主，住着真正的神明。俗话讲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将军额上能跑马。但我这里说的心大，不是让你当宰相，而是让你当神仙。为什么心大的人连阎王爷都难收？在中医的版图里，心是什么？黄帝内经说，心者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心就是这身体里的皇帝。肺是丞相，肝是将军，脾是粮官，肾是大力士。他们再厉害都得听皇帝的。如果这个皇帝也就是你的心，每天惶惶不可终日，爱钻牛角尖，爱猜忌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或者动不动就吓得哆哆嗦嗦，那你觉得这个国家也就是你的身体能好吗？底下的臣子丈夫肯定就要造反了。癌细胞是什么？癌细胞就是造反的乱臣贼子。反过来，如果这个皇帝心大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宽宏大量，爱民如子，那底下就算出几个小毛贼，像是病毒、细菌，皇帝根本都不用亲自出手，底下的正气自然就把他们灭了。我给你们讲个我亲身经历的案例，非常震撼，你们听完就懂了什么叫心大能保命。很多年前，我还在美国开诊所的时候，前后脚来了2个病人，得的都是肝癌，而且都是晚期。西医那边都判了死刑，说顶多只能活3个月。第一个病人是个大学教授，高知识分子，
书读得多，那心眼也是真的多，真的细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检查报告，比我桌子上的伤寒论还厚。一坐下来就问，倪医师，我这个甲胎蛋白数值为什么昨天是400，今天变成410了？是不是肿瘤长大了？我吃的这个药会不会伤肾？我要不要忌口吃盐？他每一天都在盯着那个数值看，每一天都在琢磨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。别人无意中说句，哎呀，你今天脸色不太好，他能回去琢磨一晚上是不是快不行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心小，他的心被那个病给填满了，被恐惧给填满了。我给他开药，药是好药，但这药劲还没到病灶呢，就被他心里的那道墙给挡回来了。因为他不信，他多疑，他恐惧。结果怎么样？还没到3个月、2个月他就走了。他是病死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他是被自己吓死的，是被他那个狭隘、惊恐的心给困死的。第二个病人是个没读过什么书的老瓦匠，这老人家长得粗手大脚，一来就大大咧咧地坐下跟我说，倪大夫，西医说我要死了，让我回家吃点好的。我就想问问你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我不怕死，但我就想死得舒服点，别太疼。还有啊，我能不能喝点小酒？我看这老人家虽然病重，但这精气神还在，眼神里没有那一丝丝的贼光，也就是恐惧和算计。我就跟他开玩笑，我说你想喝酒啊？行啊，反正西医都说没救了，你想喝就喝点吧，别喝醉就行。想吃肉就吃肉，但我给你开这几包药，你得乖乖喝。这老人家一听能喝酒，乐得跟什么似的，拿着药就走了。回去以后他该干嘛干嘛，把遗嘱一立也没什么牵挂了，天天找老哥们打牌喝酒吹牛皮。他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癌症晚期病人。3个月过去了，半年过去了，1年过去了。有一天诊所门口来个红光满面的人，手里提着2瓶酒。我一看，哟，这不是那老瓦匠吗？他又去西医那边检查，那个要把他肝脏吃掉的大肿瘤居然变小了，而且钙化了，变成了一块死石头，不再生长了。西医都觉得是奇迹，问他吃了什么神药，其实哪有什么神药，这老人家救命的法宝就是他那个不在乎的大心脏。诸位，这在中医里是有极高深的道理的。心属火，癌症、肿瘤、阴邪、鬼祟，这些东西在属性上都属于阴，属于寒，属于水。当一个人心大、心宽、欢喜的时候，他的心火就是君火，是极其旺盛的。就像天上的太阳，烈日当空，你想想，在烈日底下，冰块也就是肿瘤能存在吗？阴沟里的老鼠也就是鬼祟敢出来吗？那个教授为什么死得快？因为他整天恐惧、忧虑，忧则气结，恐则气下，他的心火灭了。心火一灭，身体里就变成了冰天雪地，那是癌细胞最喜欢的温床啊。而那个老瓦匠，他心大，他不计较，他不害怕，他的心火一直烧得旺旺的，这股正阳之气硬生生把那个阴寒的肿瘤给包裹住，把它炼化了。所以我说身上有菩萨跟着的人，心量一定大。这个大不是傻大，不是缺心眼，而是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立圆滑而迷天真。第一，不纠结过往，烂人烂事碰到了就把它当个屁放了。你越纠结，那个烂事就变成了你心里的钉子，把你的气场戳个洞，晦气就顺着这个洞钻进来了。第二，不畏惧未来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，活在当下。焦虑就是诅咒自己，心安就是祝福自己。第三，能容纳异己，别人骂我，我笑笑；别人害我，我看看。我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各位，鬼神最怕什么人？鬼神最怕无漏之人。如果你心眼小，爱生气，爱记仇，爱贪便宜，爱害怕，这些就是你心上的缝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鬼神不找无漏的人。你一旦心大了，那个缝就合上了，你整个人浑然一体，像个金钟罩。外面的风雨再大，把你怎么样？顶多听个响。所以这第三处大是保命的根本。前2处耳大、口大，那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但这心大是你自己可以修来的。老祖宗留下一首诗，叫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
好像灵山塔下修。这话什么意思？真正的菩萨不在庙里，不在天上，就在你自己的五脏六腑里。大家把身体想象成一座庙，你的身体躯壳就是这座庙的建筑，你的肾是先天之本，就是庙里的地基，地基要深要稳，这庙才不会塌，所以要耳大肾强。你的脾胃是后天之本，就是庙里的香火，香火要旺，要不断供，这庙才有灵气，所以要口大能吃能笑。你的心是君主之官，就是庙正中间供奉的那一尊主佛。中医讲心藏神，这个神不是迷信你的鬼神，而是你的意识、你的灵魂、你的主宰。如果你的心神安稳，就像那尊大佛稳稳地坐在莲花台上，慈眉善目，不动如山。哪怕外面刮风下雨，有病毒细菌，哪怕有几个小鬼倒霉事想进来捣乱，一看这大佛金光闪闪，是不是吓得赶紧跑？反过来，如果你的心神乱了，就像那尊大佛倒了碎了，那这座庙也就是身体是不是就成了破庙？破庙最遭什么？最遭狐狸黄鼠狼这些阴邪怪病去住啊。所以所谓的身上有菩萨跟着，翻译成中医的黑话就是3个字：阳气足。你们看那个画像里的菩萨，脑袋后面都有一圈光，叫佛光，那是画家瞎画的吗？不是，那是真实存在的生物能量场。在中医里，一个健康的人，一个精气神达到顶峰的人，他的脸上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这是心火旺；他的眼睛是炯炯有神的，这是肝血足；他的说话声音是洪钟大吕的，这是肺气足。这种人站在那里，虽然肉眼看不见光圈，但你会觉得他气场好大，你会觉得在他身边特别暖和，特别安全。这就叫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这股看不见的热能和磁场就是保护你的佛光。那些脏东西是属于阴寒维度的，它们一碰到你这个高热量的磁场，瞬间就被融化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3处大，其实就是你在修这座人体庙宇的过程。修肾耳大，你是在加固地基，让自己定得住；修脾口大，你是在广结善缘，让自己通得顺；修心大，你是在点亮心灯，让自己明得透。当你这3点都做到了，你自己就是菩萨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的风水就变好，你跟谁在一起，谁就觉得舒服。刚才很多朋友在心里嘀咕，尼师，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又薄又小，还是个招风耳，年轻时候还经常耳鸣，我是不是肾气已经枯竭了？是不是老了要得老年痴呆？我告诉诸位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可补。你那2块电池，也就是肾，虽然出厂配置低了一点，但只要我们保养得好，省着点用，再没事给它充充电，照样能用到100岁。今天教大家2招，专门治耳鸣、眼花、腰酸、胆子小。这2招你要是能坚持3个月，你再照镜子，你的耳朵的气色绝对不一样。第一招，鸣天鼓，叫醒你的肾经。这是道家几千年传下来的回春功，专门补脑、固肾、冲耳。具体怎么做？第一步，坐好，找个椅子坐直了，脊梁骨挺起来，别瘫在那儿。第二步，掩耳，把你的2只手掌心，就是劳宫穴，紧紧地捂住2只耳朵，要捂严实了，别漏气。这时候你大概只能听到自己身体里面的声音。第3步，敲击，手指头自然放在后脑勺上，然后用你的食指叠在中指上，用力往下一弹，敲打你的后脑勺，大概是玉枕穴的位置。第4步，听声，这时候你的脑子里会听到咚咚的声音，就像是在敲大鼓一样，这就叫鸣天鼓。做多少下？每天早上起床或者晚上睡觉前敲24下或者36下。这可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，耳朵通肾，后脑勺那是脑空所在，你这一敲，震动波直接传导到大脑和肾脏，这叫筋骨齐鸣，它能把你沉睡的肾气给震醒。很多老年人脑萎缩，记忆力减退，耳朵听不见，就是因为脑子里的气血不通了。这一敲，把气血引上来，耳朵自然就灵了，脑子自然就清醒了。第2招，戳腰眼，点燃你的命门火。耳朵小的人通常都怕冷，手脚冰凉，晚上起夜多，这说明你肾里的火不够了。我们要把这把火给点起来。具体怎么做？
第一步，搓手，先把2只手掌心对搓，搓得发烫，越烫越好，哪怕搓破皮了也得搓热。第二步，捂腰，趁着手热，赶紧把2只手按在后腰上，就是你系腰带的那个位置，脊椎两边。第三步，上下搓，用力上下搓动，一直搓到后腰发热，甚至感觉到有一股热气顺着脊椎往上跑。这里有个关键穴位叫命门。命门是什么？就是生命之门，这里是人体阳气的发源地。你每天坚持搓个50下，搓到后腰暖洋洋的，这就是在给你的肾脏充电，效果立竿见影。你只要坚持这2个动作，早上鸣天鼓，晚上搓腰眼，1个月后你再看，耳鸣少了，那种知了叫的声音没了，胆气壮了，走夜路不觉得后背发凉了，夜尿少了，以前一晚上起夜3、4次，现在能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这就说明你的肾气回来了。这时候就算你的耳朵看起来还是那么大，但里面的内容已经换了，已经充满了正阳之气，那些阴邪的东西看到你后腰那团火根本不敢靠近。好，肾气补足了，底气有了，接下来我们得解决这第2处大的问题。很多人说，尼师，我嘴巴倒是挺大，但我就是爱抱怨，我也想笑，但我笑不出来啊，我心里苦啊。诸位，这不怪你，怪你的脾。在中医里，脾主思，脾怕思。当你长期忧虑、爱操心的时候，你的脾胃就结住了。脾胃一结，身体里的水液代谢就停了，这就产生了湿气。湿气是什么？湿气就是黏糊糊的垃圾，它把你的气机给糊住了。这就好比汽车的排气管被泥巴堵住了，那发动机也就是心脏能跑得欢吗？你当然笑不出来。要想修出那张吃四方纳百福的大嘴，我们得先把身体里这股子霉气、湿气给清出去。我有2把刷子，专门刷出这些霉气。第一把刷子，呼字诀，把穷气和病气吐出去。这是我们中医气功里的6字诀之一，专门治脾胃不和，专门治消化不良，专门治那股子无名火。具体怎么做？第一步，站桩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全身放松。第2步，口型，把嘴巴抽起来，就像你准备去吹灭一根蜡烛或者是吹口哨那个样子，这叫搓口如管。第3步，发声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的呼出来，嘴里发出呼的声音，注意声音不要太大，要深沉震动你的腹部。意念，脑子里要想，随着你这一声呼，把你脾胃里的那些寒气、湿气、怨气像黑烟一样吐出去了。做多少下？每天饭后半小时，或者你觉得心里憋屈想发火的时候，找个角落连续做6次到12次，你试一下就知道，当你发出呼这个音的时候，你的胃部肌肉是在收缩运动的，这个频率正好跟脾胃的振动频率共振，它能强行把淤滞在脾胃里的浊气给排空，气通了，那个堵在胸口的结就散了，结散了，嘴角自然就轻松了，不用你刻意去提，它自己就上扬了。第2把刷子，借冷使暖，养护你的后天之土。很多人的嘴巴为什么长得不好看？为什么唇色发紫发黑？因为你把脾胃伤透了。我在临床上看到太多人，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，甚至很多50多岁的人爱喝冰水，爱吃生冷水果。听尼师一句劝，那个冰水就是毒药。你的胃是需要阳气来腐熟水谷的，它是个锅炉，你一杯冰水浇下去，锅炉灭了，锅炉一灭，这里面就是一潭死水。死水生阴，阴气一重，你的脸就是苦相，你的运势就是衰相。怎么吃出菩萨嘴？第一，戒掉一切生冷，不管夏天多热，只喝温水，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放热了再吃。第2，多吃黄色，中医讲黄色入脾，例如小米粥，这是最好的养脾圣品，上面那层米油比人参都补。还有南瓜、红薯、山药，这些长在土里的东西，吸足了地气，最养人的厚重之气。你坚持喝温水，吃黄食1个月，你会发现你的嘴唇开始红润了，有血色了。嘴唇一红润，那种枯槁的穷酸相就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
丰润的富贵相。第3把刷子，3秒闭嘴法，修你的口德。这一招是修心的，很多人的福气都是从嘴巴里漏掉的。看到不顺眼的事，张嘴就骂；遇到点委屈，张嘴就抱怨。你每抱怨一次，就像是往天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最后还是掉在自己脸上。怎么练？给自己定个规矩。凡是想说负面话、丧气话的时候，强制自己停顿3秒钟后咽下去。然后换一句话说，比如本来想说烦死了，换成这件事有点意思，考验我呢。本来想说这孩子真笨，换成孩子你这里再细心一点。诸位，这叫转念。言语是有能量的咒语，当你开始强行把嘴角的恶言转成善语时，你就在改变你周围的磁场，久而久之，你的嘴角会形成一种惯性记忆上扬，这就是所谓的慈眉善目。好，耳朵也就是肾补了，嘴巴也就是脾通了。现在你的身体已经有了底气，也有了通路，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。我们要进入那个最神秘的领域，心神。怎么才能在兵荒马乱的生活里修出一颗如如不动的菩萨心？怎么才能把那个狭隘的钻牛角尖撑开？很多朋友跟我抱怨，尼师，我也想心大，我也想凡事看开，可是这脑子他不听话啊！一躺在床上，那脑子里就像是在放电影，白天那点破事，几十年前的陈年旧账，一股脑全涌上来了。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怕，翻来覆去煎鱼一样，这怎么整？诸位，这就叫心火不降，神不守舍。你的心火飘在上面，没有沉下来。心火如果不沉下来，去温暖肾水，那这火就在上面干烧，烧得你心烦意乱，下面肾水又寒，冻得你手脚冰凉。这就叫水火未济，这是大病的前兆。要想修出一颗能容万物的大心脏，首先得让你的心定下来。怎么定？不能靠忍，也不能靠安眠药。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霸道的法子，神阙安神法。这招是专门用来收摄心神的。你要是学会了，哪怕外面打了一下雨，哪怕明天天塌下来，你今晚也能安安稳稳睡个好觉。睡好了，阳气足了，第二天起来，你就是那个无所畏惧的金刚。具体怎么做？睡前黄金10分钟。第一步，归位，找准你的先天之门，躺在床上，把枕头放舒服了，全身放松，伸出你的手掌，把手心劳宫穴叠在一起，男的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女的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然后轻轻地捂在你肚子正中间那个肚脐眼上。肚脐，中医叫神阙穴，这是你还在娘胎里的时候跟母亲连接的通道，是你生命的根蒂。第二步，观想把心火引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别去想今天要干嘛，明天要干嘛，就把你的意念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手心捂着的这个肚脐眼上，想象你的肚脐眼那里有一团暖洋洋的火球，或者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热乎乎的，你就死死地盯着这个热乎乎的感觉。第三步，呼吸启动，真人呼吸，慢慢的吸气。吸气的时候，想象这股气直接吸到了肚脐眼，肚子微微鼓起来，顶你的手心。慢慢的呼气，肚子瘪下去。呼吸要深长细匀。如果你脑子里又开始跑马了，又开始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，马上把念头拉回来，告诉自己守住肚脐，守住那个小太阳。诸位，这里面有大智慧。第一，引火归元。你睡不着，你焦虑，你害怕，都是因为你的神，也就是心火飘在头顶上。我们用这个方法强行把你的注意力，也就是神拉到肚脐，就是下焦。神到了，气就到了，气到了，血就到了。当心火下行到小腹，去温暖肾水，这叫水火既济。一旦水火交融，你的身体马上就会进入一种深度的放松状态，心里的那个燥气瞬间就没了。第二，筑基强心。长期坚持这么做，你的丹田气会越来越足。丹田气足了，人的底气就足。底气足的人，心量自然就大。以前别人瞪你一眼，你觉得是天大的委屈，现在丹田气足了，你只会觉得小孩子把戏，这就是格局变大了。特别叮嘱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没2分钟你就走神了，这很正常，别急，拉回来继续守。哪怕你只守住了5分钟，然后不知不觉睡着了，那也是大补，这比你吃什么人参燕窝都管用。讲到这儿，我最后要送大家一句话，
这句话比所有的药方都珍贵。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你们别觉得这是老生常谈，在中医里，这就是最高级的气机流转。为什么我说利他就是利己？你想想，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当你对别人报以善意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不是暖的？你的嘴角是不是上扬的？你的心是不是开阔的？那一瞬间，你的阳气就是最旺盛的。相反，当你去算计别人，去嫉妒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缩着的，是冷的，是阴暗的。你自己先制造了一个阴暗的磁场，那你不得病谁得病？所以真正的菩萨从来不是泥塑木雕，而是你自己那颗慈悲的心。当你看到路边的流浪猫，给它一口吃的；当你看到邻居有困难，搭把手帮个忙；当你看到别人说错话，笑笑不予计较，在那一刻你就是菩萨，你的身上就在发光。这光能照亮别人，更能温暖你自己，把你身体里的阴霾照得干干净净。人这一辈子修到最后，修的就是这副皮囊里的一口气，气正了，命就顺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我可是把几十年的心血都揉碎了讲给你们听，我不图别的，就图能帮大家把身体养好，把心结打开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些话对您有启发，我想请大家做一个小动作，请在评论区里留下2个字接福，或者留下一句对他人的善言，比如愿大家身体健康，愿世间无病痛，愿父母长寿。别小看这一句留言，语言是有能量的。当我们在评论区汇聚了成千上万条善意的祝福时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场。每一位在这里留下善言的朋友，都能沾到这份喜气，都能得到这份众人的加持。愿大家耳聪目明听佳音，笑口常开迎百福，心包太虚纳乾坤。我们下期见。